各位亲爱的健康之道朋友们，我是蔡志玲。今天我们不聊养生，我们来聊聊你口袋里的钱是不是正偷偷的缩水。2026年了，如果你还把钱放在活期存款里不动，那你可能正在无意识的帮银行打工，而且打的是白工。为什么这么说？让我慢慢告诉你。现在这个时代，金融环境每天都在变，我们辛苦存下的退休金、老本，如果还用老方法对待，那就像把冰块放在太阳下一样，看起来还在，实际上正在一点一滴的流失。你可能根本没发现自己户头里的钱正在因为一个小小的习惯，每年少掉好几万的利息，这个数字甚至可能高达10倍之多。这听起来有点吓人，对吧？但这不是我在危言耸听，这是银行行员很少会主动告诉你的真实情况，可以说是一种大家都不说的潜规则。我今天录这期内容，就是想亲手帮大家揭开这个秘密，一步一步教你怎么样让你存折里的每一块钱都真的活起来，让钱自动去帮你赚钱，每个月多出一笔可以轻松买菜的钱，让你的退休生活过得更踏实、更宽裕。我们先来回想一下，大家手上应该都有好几本存折吧？可能是银行的，也可能是邮局的。这些存折的来历都不太一样，有的是你年轻时公司发薪水用的薪转户，有的是你退休后领劳保年金、退休金的户头，还有的是儿女孝顺汇生活费给你用的账户。面对这些存折，我们大多数人的习惯都很简单，钱汇进来了，就让它躺在里面，等到要买菜、要缴水电费，或是要给孙子零用钱的时候，就去附近的提款机领个几千块出来，剩下的钱呢，就继续留在户头里，觉得这样既安全又方便。我们心里头大概都觉得钱放在银行最安全了，不但不怕被偷，多少还能生点利息，怎么都比藏在家里床底下来得好。可是啊，我必须告诉你一个有点残酷的真相，在2026年这个什么都涨，利率也上上下下的时代，你这种把钱放着不动的习惯，其实不是在存钱，而是在悄悄的亏钱，而且亏掉的数目可能比你想象中还要多不少。我们来简单算一笔账，你就清楚了。我们长辈手上大部分的存折，如果没有特别跑到银行柜台去办什么升级手续，它预设的状态就是活期储蓄存款。在台湾，不管是公股银行还是一般的民营银行，给出的活期储蓄存款利率大概就在 0.6% 到 0.7% 之间。有些规模很大的银行，因为资金本来就多，给的利率甚至更低。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假设你很努力的存下了100万元，就放在这个活期户头里，1年下来，银行付给你的利息大概只有6000到7000块，平均到每个月大概就500多块钱。你想想看，现在物价飞涨，500多块去传统市场，可能买几斤好一点的猪肉就不太够了，更别说其他开销。我们再来看另一个可怕的东西，叫做通货膨胀率。我们保守一点，用 2% 来估算，你的那100万元放在户头里，表面上的数字没少，但它的购买力其实每年都在缩水。你以为钱在银行很安全吗？没错，它不会被偷走，但它就像大热天放在碗里的冰块，虽然冰块还在碗里，却在一直融化、变小，变得越来越不值钱。更让人觉得不太公平的是，银行是怎么对待你这笔钱的呢？银行用很低很低的成本，只有 0.6% 左右的利息，拿到你的钱之后，转手就用 2% 甚至 3% 以上的利率，借给那些要买房子的年轻人，或是需要资金周转的老板。这一来一回，银行什么出重活都没干，就利用我们不懂、不清楚的资讯不对称，从你的钱里面赚走了巨大的价差。这就像一种懒人税，因为我们懒得去打理账户，不明白里面的门道，就变成了银行最喜欢的、成本最低的资金提供者。说白了，就是我们在拿自己的老本去补贴银行的利润，让银行赚得饱饱的。看看我们的日常生活，存折真的是一个很常见的理财工具，它装着我们人生不同阶段累积下来的财富，不管是薪水、年金还是孩子的孝亲费，都在这些存折里流动。但我们常常只是很简单的把钱存进去、领出来，忽略了背后的经济变化，其实正深深影响着这些存款的价值。在高通膨和利率起伏不定的时代，这种传统的把钱放着不动的习惯已经很难适应新的经济环境了。
通货膨胀就像一个看不见的小偷，静悄悄地偷走我们财富的购买力。以台湾的情况来说，银行活期存款利率普遍偏低，但物价却一直往上爬。在这种情况下，把钱长期放在活期账户里，就等于是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财富缩水。而银行正好利用了这种我们不知道的资讯落差，从我们的活期存款里赚取高额的价差。对于我们这些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钱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损失，而且是不知不觉的损失。我们真的不能再对这种现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一定要想办法改变，让我们自己的财富能够保值，甚至增值，而不是让它在活期账户里沉睡，同时被通货膨胀和银行的价差一点一点的剥削掉。难道我们就只能这样任由自己的财富缩水，被银行占便宜吗？当然不是。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又有效的方法，它不需要你懂什么复杂的股票 K 线图，也不用你去买那些风险比较高的基金，更不用你把钱绑在储蓄险里面，好几年万一临时急用钱要解约，还可能被扣一笔本金。这个方法就是把你现在那个普通的账户升级成综合存款账户，并且把里面一个叫做自动转存的功能打开。可能有些朋友一听到综合存款账户这几个字就觉得头晕，感觉像是什么很难懂的专业术语。别担心，志玲我用最白话最容易懂的方式解释给你听。以前我们的存折，活期就是活期，定存就是定存，通常是分开的两本折子或两个账户。如果你想办定存，还得特地跑一趟银行，抽号码牌，填写申请单，非常麻烦。但是综合存款账户就不一样了，它把活期和定存的功能合并在一起，都在同一本存折里管理，让你管理资金变得更方便。而那个自动转存功能，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像提款机开关一样神奇的关键。只要你亲自去银行把这个功能打开，就可以跟银行设定一个门槛金额，比如说设定1万元或是5000块也可以。银行的电脑系统每天晚上结算的时候，只要发现你户头里的活期存款超过了你设定的这个数字，它就会自动把多出来的钱帮你转成1年期的定期存款。而且这个过程完全是电脑系统自动操作，完全不用你再跑银行，也不用你戴着老花眼镜在手机上吃力的按来按去，真正做到了省时、省力又省心。为了让大家更清楚地感受到综合存款加上自动转存的优点，我来举一个我们隔壁邻居陈大哥的例子。陈大哥刚退休不久，手里拿到了一笔200万元的退休金，再加上他之前的一些积蓄，总共凑到了300万元。一开始，他为了求个安稳，就把这300万全部放在旧户头的活期里面，心想着随时要用都能领，很方便。如果按照活期利率 0.65% 来计算，他一年下来可以拿到的利息大概是300万乘以 0.65%， 等于是19500元。但后来陈大哥听了我的建议，去银行办了综合存款和自动转存。他告诉柜台的行员，帮他设定活期部分只保留5万元平时使用，剩下的295万元让系统自动帮他转成1年期的定存，利率用 1.6% 来算。这样一年下来，他能拿到的利息是48600元。我们来比一比，19500和48600中间差了将近3万元。这3万元不是一笔小数目，它足够陈大哥和老伴2个人参加一趟日本5天4夜的旅行，也够支付整整1年的水电瓦斯费。如果用来补贴日常开销，每个月可以多2500元。仅仅是因为做了一个把普通账户升级成综合存款账户，并且开启自动转存功能的动作，陈大哥就获得了原本可以获得的更多利息，让自己的退休资金运用更有效率。听到这里，肯定有些比较谨慎的朋友会想，利息高当然很好，可是定存不是有期限吗？万一家里突然有急事需要用钱，比如说需要紧急修理，或者临时需要一笔押金，钱都在定存里领不出来，该怎么办？提前解约是不是会影响利息呢？这一点正是综合存款考虑周到的地方。它设计了一个功能，叫做自动直借或部分解约。当你拿着提款卡去 ATM 领钱，或者是刷卡买东西扣款的时候，如果你的活期账户里的钱不够支付，系统会自动把你之前存的定存，按照后进先出货，对利息影响较小的原则，帮你动用一部分定存来支付。
要注意，它不是把你所有的定存一次全部解约，而是需要用多少就动用多少。举个例子，如果你要领1万元，但活期不够，它就只会动用1万元的定存来应急，剩下的定存依然继续按照原条件计息。至于那被动用的1万元，你主要是损失该部分在定存期间的利息。所以说，综合存款这种账户既保留了活期存款的灵活性，随时可以领可以用，又提供了定期存款相对较好的收益，是一种方便的资金管理方式。它就像是一个财富管家，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协助让资金运用更有效益，同时又保持运用上的弹性，可以说是一种实用的理财方法。这么好的综合存款自动转存功能，既能让我们拿到相对较好的利息，又能保证钱的灵活度。为什么我们去银行存钱的时候，那些行员很少主动告诉我们呢？为什么他们总是比较喜欢推荐其他金融商品呢？其实原因在于商业模式的不同。帮我们开通自动转存，银行就要支付相对较多的利息，而推荐其他金融商品，银行可以获得不同的收入。在商业运作下，他们当然更倾向于推荐那些产品，这就是现实的状况。我们可以自己主动去了解，去选择，自己掌握理财的主动权。说了这么多，大家肯定已经想知道，具体到底该怎么办理综合存款和自动转存功能了吧？其实一点都不难，只要按照步骤去做就行了。找一个方便的时间，你就带着自己的身份证、第二证件，像是健保卡或驾照都可以。还有千万别忘了带上你原来开户的那个印章，然后亲自去一趟你当初开户的那家银行，不管是台湾银行、土地银行、合作金库还是邮局，基本上都可以办理。到了银行之后，先抽号码牌，然后耐心等待叫号，等到轮到你的时候，可以直接跟行员说：您好，我要把这个户头转成综合存款，并且我要开启自动转存功能，设定活存保留1万元，剩下的通通转成1年期定存，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不过大家要注意，这时候行员可能会试图介绍其他的理财商品，但你一定要坚持自己的决定，可以微笑但坚定地告诉他们，不用了，谢谢，我就是要办这个，麻烦你帮我设定好，因为这是你根据自身需求做出的选择。等你办完手续之后，记得看一下存折内页，通常会多出几个特别的注记，那就代表完成了。以后每当有劳保年金、退休金或是子女的孝亲费汇进来，只要金额超过你设定的那个门槛，它就会自动转成定存。除了上面说的亲自去银行办理综合存款和自动转存这个方法之外，我还要给那些愿意尝试新事物、会使用智慧型手机的大哥大姊们分享一个额外的资讯。目前为了推动数位化金融，很多银行都针对年长者推出了特别的友善服务或数位账户的优惠。如果你不排斥用手机 APP 来查账、管理账户，那么你可以顺便在银行柜台申请使用网络银行，或者了解数位账户。为什么要多做这一步呢？因为数位账户的活存利率有时比实体账户要好，有些还有其他优惠。而且完成绑定或开户之后，银行通常每个月会送你数次跨行提款免手续费和跨行转账免手续费的优惠。我们长辈有时候去超商领钱或者要汇款，一次手续费虽然不多，但一年累积下来也是一笔钱。只要你在柜台多询问一下，开通这个数位服务，这笔钱就能省下来了。而且现在银行的 APP 很多都有长辈模式，字体放大，按钮清楚，操作起来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关于自动转存的那个门槛金额该怎么设定。我个人建议大家设定在1万元或者5000元也可以，不要设得太高，也不要设得太低。这是为什么呢？如果你把门槛设得太高，比如设成10万元，那么你账户里长期放着的几万块零钱，就还是只能享有活期利息，这就没有达到我们有效运用资金的目的。但是如果把门槛设得太低，比如设成1000元，那么系统可能会非常频繁地帮你进行转存，虽然利息是赚到了，但是你的存折交易明细会变得非常多笔，看得眼花缭乱，换新存折的频率也会变高，比较麻烦。所以1万元或者5000元是一个比较折中合理的数字，它既保证了你大部分的资金都在赚取定存利息，又保留了一定的活期资金
可以用来应付日常的小额开销。另外，有一些朋友可能会问，这个自动转存是每天都转吗？还是每个月转一次呢？这要看每家银行的具体规定。不过，大部分的银行是每天晚上关账后，由系统自动检查，只要你的活期存款余额超过了设定的门槛，它就会自动触发转存程序。所以，你今天下午才存进去的钱，最快明天就开始帮你以定存利率计息了。还有朋友会问，转存的期限选1年比较好，还是选2年、3年比较好呢？在目前的利率环境下，我建议大家选择1年期，这是一个较为平衡的选择。因为3年期的定存利率可能只比1年期高一点，但是资金运用的时间较长，万一未来利率调整，你就会固定在当初的利率里。而1年期则能保持每年都有一次资金重新运用的机会，相对灵活。银行有不同的服务，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做选择，掌握理财的主动权，可以安排时间行动，让资金运用更有效益，照顾好生活。最后，请把这期内容分享给亲友或退休群组，许多老朋友可能还不清楚这些方法，你的分享可能帮他们更有效地管理资金。让我们用合适的方法照顾财富，让退休日子更安心。下期再见。